通常是小夫妻七頭笑嘻嘻，我是雲流，我是雪人。去中國啊，只有台胞證是不夠的，你的手機裡沒有裝這幾個 app， 我保證你寸步難行。這集幫大家整理好了去中國旅遊必備的 app 全攻略，從上網、交通、吃飯照着下載就對了。上網篇翻牆啊是第一步，去中國上網啊主要分為2個派，第一個是 eSIM 的漫遊派，第二個啊是 VPN 翻牆派。到底差異在哪裡呢？如果你是懒人新手，不想要研究設定的話，你就選擇 eSIM。它的原理是漫游，大部分的 eSIM 網絡都自帶翻牆的功能。到了中國旅遊之後，你的 Line、你的 IG、你的 YouTube 都可以正常使用。缺點是它比較貴，它没有辦法解鎖中國的一些 app， 例如像是外送啊。這次來中國旅遊是透過蝦皮直接買 SIM 卡。一樣有翻牆的功能，到中國可以直接正常使用。想要在中國旅遊好幾天，想要省錢的話，我最推薦還是用中國當地的手機號，加上我們夫妻常用的快聯 VPN。這個快聯 VPN 不是業配，蝦皮買的 SIM 卡通常流量沒有很高。會有個問題是，我到了飯店之後，我想要看 YouTube， 我想要看網飛，這個流量是絕對不夠的。到了當地之後，轉連飯店提供的免費 WiFi。不過飯店提供的免費 WiFi 就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，它的網絡是沒有翻牆功能的，等於是我連了飯店的 WiFi， 我沒有辦法看 YouTube， 所以這時候先連接飯店的 WiFi， 再透過快聯 VPN 就可以正常的追劇咯。沒有 VPN 真的太麻煩了，有中國的手機號有一些好處，它的流量在中國來講非常的便宜。重點是你有那組中國的手機號，有一些熱門的餐廳景點，你才有辦法順利的預約。VPN 啊，建議大家在台灣先裝好，不要來到中國的時候再裝，不要去下載那種免費來路不明的 VPN， 很容易被盜資啊。至於要怎麼擁有中國的手機號碼呢？我們會另外拍一集詳細的介紹，讓你知道如何來中國申請一組手機門號，並且你回來台灣之後，還可以用最低的費率繼續維持你的門號，還會教你如何在中國開銀行的賬戶，綁定後續支付寶的一些支付服務。前幾年我在上海的時候，我們本來想要去上海博物館人民廣場去看一個埃及展，然後我們就在搜我們要怎麼去埃及展，結果發現那時候需要事先預約，必須要有中國的手機門號才可以預約成功。此外，還有一些熱門的餐廳，去年的時候也去造訪了名門盛宴，非常厲害的吃到飽餐廳，但是我們是請中國的朋友幫我們打電話預約的。我本來想說要用大眾點評或是用小程序去預約，結果他明文寫說只能打電話跟他們預約時間。我們現在拍攝的當下，有一些展覽或是有些餐廳，它規則已經變了。但是目前我們造訪中國旅遊到現在，辦了一組手機號，一切一勞永逸，沒有說來中國一定要手機門號你才能旅遊，要來這邊外送啊，美團是非常的方便。那如果說你有手機號的話，外送人員他可以直接跟你聯繫，不然的話有時候你可能真的會找不到人。導航篇忘記 Google Map 吧，這邊是完全找不到任何資料的，在中國旅遊是完全不準的。這時候啊，請下載高德地圖以及百度地圖，因為高德地圖它的導航有幾率上出現偏誤，會建議你再搭配百度地圖查核你的旅程。今天時間有限，你來這邊從 A 點到 B 點非常的遠的話，如果這中間出現導航失誤，很容易讓你的旅程報銷。想當初我還是個旅遊，對，還是新手的時候，我真的傻傻的想着好，我用 Google Map 來搜尋一下我想吃的那間中國餐廳，就發現怎麼完全找不到，任何資訊都沒有。我用地圖用路再去搜，也是一樣搜不到。Google Map 搜起來忘記它了吧？你來中國一定要下載他們當地的旅遊地圖 App。高德地圖除了導航之外，它還可以打車，這個 App 其實做得非常的完善。交通移動大作戰。那搞定地圖之後，我們要來研究移動的方法了。如果說是跨城市的移動，訂火車票、訂高鐵票，或者甚至你要訂房，我很推薦台灣的朋友直接用 Trip 訂。Trip 訂不需要中國的手機號碼，它是繁體中文，而且界面非常的友善。比較可惜的是，你訂高鐵票的話，會收一點點的手續費。中國旅遊的進階老手，我才會推薦你下載另外一個 App， 叫做12306，是中國當地的旅遊交通 App， 可以直接
訂火車票，而且不用加收任何的手續費。新手第一次來玩的話，不差那一點點的手續費，你來這邊玩要讓自己玩得安心，你真的用 Trip 訂就好。13206啊，它是官方軟體，搶票、改訂票也比較快。剛才提到的訂房的部分，最常用就是 Trip， 那為什麼不用攜程呢？攜程也是中國很有名的旅遊 App， 因為攜程有一個很麻煩的點是，有的房源它是不接受外國人入住的。因為我們之前曾經來造訪當地的朋友時，朋友幫我們用攜程訂了一個房間，他帶我們要去 check in 的時候，櫃檯人員告訴我們不能用台胞證來辦理入住，一定要用中國當地人的身份證來入住。剛才是長途旅程啊，那市區移動啊，會用什麼樣的方式移動呢？不管你是搭地鐵或是公車，不用買卡，你直接打開支付寶裡面的乘車碼，掃一下就進站了。懶得走路或是多人旅遊的話，也可以直接打開支付寶裡面的滴滴打車，下車時啊，它就會自動透過支付宝直接扣款，不用跟司機在那邊掏錢找零。多種的車型可供選擇。老實說，我覺得它比台灣的計程車便宜許多啊！真的，其實我们來中國旅遊很常用滴滴打車，因為換算下來真的很方便又不貴。也就是他們的廁所啊，是跟列車在同一個站台裡面哦，同一層。搭車出來之後，馬上可以上廁所。對，你很尿急，旁邊看一下，哎，廁所在哪裡，馬上衝進去就可以上廁所，不用出站。所以我在中國搭地鐵的時候都有一種安心感。你說廁所靠近你，你很安心。對啊，突然間有人有3級嘛。不過搭地鐵有一件事情，我覺得稍稍麻煩。進站的時候，你第一件事情都一定要先過安檢。可是也因為這樣的流程，我覺得來中國旅遊那種安全感馬上 level up。你不要想說是大站才有檢查哦，每一個地鐵都要。支付篇，沒有現金的社會。那回到我們的主題，來到中國旅遊最重要的就是支付。在中國這裡，我可以講95%嗎？都可以通的。來中國旅遊很方便的一件事情，我不用想思考說我大概要換多少錢呢？這件事情你不用擔心，你只要綁定好支付方式之後，你來中國旅遊只要刷刷刷刷刷。不過我們到2、3線城市的時候，有些菜市場有一些婆婆媽媽還是會拿現金的。對，這次我們來雲南之後才發現，真的有一些婆婆媽媽她是用現金來支付的。相比於1線城市，在2、3線城市看到現金的幾率比較高一些。不過攤販幾乎都是可以收電子支付的，甚至到街頭表演才藝的或是乞討的，你都是用電子支付捐錢打賞給他們。我的支付寶跟微信都是綁台灣的信用卡，信用卡在國外消費都會先收一筆1.5%的國外手續費，超過人民幣200以上，另外加收3%的手續費。這2筆手續費我要怎麼去減免它呢？我一定都會辦一張國外刷卡有優惠手續費的信用卡，再來是200塊以上會有3%的手續費。這部分我覺得有2個方法。第一個，假如你真的超過200塊，我會跟店家討論說，我可不可以拆100來付？通常店家會說 OK， 那你就拆100來付。你想要一勞永逸，在中國這邊開一個銀行賬戶，你就不會再另外被收3%的手續費。或者是說，我不用支付寶付款，我直接拿信用卡，請他用刷卡機刷卡就可以了，不透過支付宝付款，就可以避掉那3%的手續費了。除了支付寶之外，微信支付也是攤商或是人民非常會使用的一個 app。像我們昨天打車的時候，就有一個人想跟我們一起乘車，下車的時候想跟我們 AA 分賬，但沒想到他也是用微信支付。因為我就說，那你有沒有支付寶？他說他沒有支付寶。反正這2個主流的，你只要都下載，就是暢通無阻。為什麼支付寶在中國這麼盛行？淘寶剛開始盛行的時候，很多人他要買淘寶的一些東西，開始去註冊支付寶的一些支付方式。淘寶盛行到一段日子之後，他想要把線上的模式導到線下。淘寶的會員已經有支付寶的功能了，順勢的帶到線下這邊去做支付跟付款。微信支付啊，它厲害的是在於它的社群都是用微信去溝通跟聊天，有點像台灣的 LINE。目前在中國都會有支付寶的用戶，也會有微信的用戶。我第一次來中國旅遊的時候，我感受到很方便。我去餐廳點餐，吃完之後我要離開，我都不需要叫服務生來。
這件事情很重要。你來每個餐廳，不管是大餐廳、小餐廳，你一定都要用微信掃碼去點餐，不能用支付宝掃碼。店員跟你說啊，扫碼點餐，你就要知道他講的是用微信掃碼點餐。因為我之前不知道，我想說哈，我要用哪個東西來掃碼，我不知道。掃完碼，點完餐，上完菜之後，我也不用叫服務生過來結賬，確認好我餐點之後，我就按一鍵，付款完成了，我還不用到櫃檯去排隊哦。好，再來也是最重要，大家最關心的，來中國旅遊，你要怎麼找好吃的美食呢？像我的習慣，我可能會先用小紅書看美食攻略嘛。但是小紅書現在其實蠻多的廣告文，通常看完小紅書之後，我還會再做第二步的篩選，我再去大眾點評看看它的評價好不好。好，用小紅書啊，教大家一個 tips， 先用關鍵字。當地人推薦，先做初步的篩選。第二道關卡就是用大眾點評跟美團篩選的邏輯啊。第一個，你可以選擇5年以上的老店，為什麼？因為大部分能撐到現在的店，一定有一定的客源跟名譽。第二個，你可以用月銷售量去看一下是否是如小紅書講的這麼誇張。月銷售量是沒辦法假。你說的月銷售量是指說，我們在打開大眾點評之後，再點進去商家裡面，它會有它的推薦菜色，對，旁邊可以看到每一道菜色的月銷售量。因為大众點評有一個好處是，它也有團購的功能，等於你用大眾點評看了之後，你喜歡哪一道菜，想點哪一道菜，直接可以在大众點評上面購，還可以篩選到說我是消費後的評價還是打卡的評價，這可以去做區別，這個要很認真的看。有的時候商家他花了一些廣告費，請了一些寫手，寫了很多，但是他沒有實際的消費，但是唯獨有一個篩選機制是消費後的評價，或者是回頭客當地的居民的評價，客觀性會比較準一點點。等於是我們台灣人很常用的 Google 評論，但是它是更進階版哦，不是像 Google 現在只有最相關，或是最新，或是最低，或是最高。消費完嘛，在大眾點評這邊要留下一些評價的時候，它往往都會送的贈品都還不錯。我記得最誇張的是有一次我們去北京吃一間火鍋，他說大眾點評幫我們點評之後，我送你1盤羊肉，因為火鍋嘛總是要吃個肉片，那我就幫他點評之後，他就送上羊肉片來了。那羊肉片是一大盤，我想說哇，這一大盤的數量已經是你單點大分量的羊肉片了。我當下覺得哇塞，很誇張哎，是大眾點評送的小禮物可以送成這樣子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支付寶出行的打車攻略，不用綁中國的手機門號，打車的4個步驟啊，輕鬆的搞定。第一個，首頁啊點選出行；第二個，填地址，自動定位出發地，不準的話可以手動更改，選系統聯想地址會更快的確定。第三個，選車型，選呼叫車型，等待期啊可取消。針對於車型的部分啊，我比較常用的是快車，大部分是一口價，指的是你鎖定你的車資、出發地跟目的地。中途啊，如果繞路了或是塞車，這邊不會多收費，讓這個旅程的費用更加能控款。第二個是計程車，主要是透過里程數加上你的時長去收費的，相對的比較彈性。中途如果你要突然更改地址，選擇里程數的收費是比較划算的。如果你可以很確定你從 A 點到 B 點這邊是順暢無誤、不塞車的話，選擇里程數是最好的。但是如果今天好死不死遇到塞車或是繞路的話，你就必須要多收費，最終的費用不確定性非常的高。第三個是專車，比較舒適。高階，我覺得它是把妹專用或是高階商務人士所使用的。你要符合專車的資格啊，第一個，司機他要五官端正，穿西裝，還有特定的顏色，像是藏青色或是黑色，中間內裡是白色的襯衫。第二個啊，車型大部分是黑白銀灰為主。車齡不能高於5年，不能有刮痕，要有保險。內裡必須要符合一定的規格。此外啊，司機不能在行駛的途中滑手機、打電動或是講電話，只能戴藍牙耳機。所以專車的規格相對的比較高階、舒適。最後一個就是拼車，它相對的是最省錢的，指的是司機來載你的途中，如果有旅客跟你一樣到達一樣的目的地的話，或是目的地附近的話，他會把這些旅客順便的載過來。上車之後到達目的地之中又有其他旅客的話，他可能也會繞去載這個旅客，有點像是你這個旅程以團購的方式，讓其他的旅客共同分攤此趟的車資。
司機可能會聯絡你確認位置，你可以在 App 發訊息，沒有中國手機號，請 App 留言，並用照片的模式告知司機你上車的位置。比如說，你可以拍下你的地標或是旁邊的招牌，讓司機更好確認你上車的位置。上車前請確認司機的車牌號碼和車型。行程中可隨時查看地圖，確保駕駛人按照最短的路線行駛。上車的時候，只要報你在台灣的4位的尾號作為一個確認的依據。最後一個非常的重要，每次打車其實都可以去使用優惠券。領取優惠券的方式就是你打開支付寶，點擊出行，選擇打車就可以領券了。大部分是每週、每日可以領。每次出行都讓你的出行有一點點優惠，也會更加的愉快。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